到了这边呢，就是农村地带了。这里看就是很多乡镇企业，这是一些村办工厂。果然，这就是成功祠，西蜀成功祠，写着应川旧址，这是北方来的意思。对面是顺德黄巢家祠，转过来呢就到了罗浮宫。这边已经是新的大楼林立了。嗨，大家好，现在来到了一片貌似乡村的地方了。但是它边上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很多当地人包括其他地方人应该都知道，就是佛山家具大卖场，叫罗浮宫。其实并不止这一个，还有好多类似这样的大卖场就在这个边上。我刚刚开车从边上经过罗浮宫的大卖场，非常气派。但是现在转到了它边上的一条村庄里面，虽然这些农民的房子一看都是非常富裕的，就是赚了钱盖的这些农民的大楼，但这个村里面肯定也有很多打工人的栖息地。就如果不是这种村庄有很多的廉价的房子出租的话，在这些大卖场做营业员或者是公司的从业人员呢，应该生活成本就会变得很高。所以这里基本上有这么样的一种现象，就每一个知名的大卖场或者生意的集产地边上都是这种委曲求全的农村。那我指的当然是打工者在这种村里面找一个合租的房子大概几百块钱一个月就能够有一张床，然后呢就可以在这边生活赚钱。很多人呢都经过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大环境形势好的话呢，他们慢慢的也会挣到钱，要不就回到乡下去造房，做一些小买卖。当然更多人呢继续在城里奋斗有些人呢慢慢也学着老板的样子，自己变成了老板。我觉得在几十年里面的过程就是这个样子的。那现在很多人留在城市里面成了新的城市人的这一波人呢，大部分也都是从小地方来的。可是呢，这种过程在这几年里面呢，因为大家对前景不是特别看好，事实上很多打工人挣钱也比以前难了。很多呢原本是做生意的人，现在慢慢的就沦落成为送餐的、送快递的这种服务人员。但大家可想而知这种反差是很大的。可能也因为这样，所以这些人的超前的消费当然也就没有了。每个人呢都捂紧自己的口袋尽可能的少花钱，以免这个万一工作不保，或者说收入大减的时候呢没饭吃。其实再有不到1个月吧就过春节了。往年呢大家过春节都是在除夕前1-2天回乡下，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些交通工具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就经常会有一票难求的这样的情况出现。但今年呢根据一些报道说，农民工兄弟们早都已经回去了，因为城里面也没什么合适的活干，挣不到什么钱，所以今年春运应该是毫无压力，大概有这么一个说法当然具体是不是这样的我们也要到时候再看。现在我骑着呢就纯粹来到了一片农村，
可能是走的方向相反的，不是去向热闹的地方，而是在一片乡下的地方骑行。所以我打算在前面掉个头看看到刚刚经过的那些家具单卖场去看一看。你看这个边上都是分割成很多小菜谱，放了很多的蔬菜。就这些荒地呢，原本可能慢慢都会成为工业的这种区域，但是现在恐怕缺乏这个有能力的开发商来开发。佛山我们经常来就感觉跟在广州没什么两样，甚至从广州开车到佛山呢，感觉佛山这边的路网比广州更好，也可能城市体量没有广州那么大吧。今天过来虽然也有好几十公里，但是几乎没有堵车地方，看到都是那种宽大的马路，非常好的绿化，还有建了很多隧道，所以大家呢还是很容易在佛山这个地方开车出行。刚刚呢，我就从前面骑过来的，前面那边高楼林立，这边有条大马路，边上就有像罗浮宫这种家具城之类的。到了这边呢，就是农村地带了。南村司马财神庙，啥意思这个地方有财神庙吗？这是一个古村落我相信呢，这里面肯定也保留着很多以前的像祠堂庙宇等等这种旧的地方。然后我们能不能找到里面去看看？这个地方叫沙窖南村。这里看就是很多乡镇企业，这是一些村办工厂，我看里面应该都在加工那些家具的零部件吧。所以很多这些看似高大上的家具其实很多零部件可能就在这种村落里面的加工厂里面生产的。那美女，你给他说一下，我可能要放在那个你们不是有一个那个像。所以有些人搞不明白，中国怎么能够生产出这么多貌似很不错的产品，但是呢价格又比较的低廉，这种价廉物美的产品到底怎么生产出来的？其实你如果跟着我的镜头来看看这些城里的边上的这种郊区近郊的村庄，其实很多的这些零部件都是在这种地方完成的。那这个地方的工人呢，拿着比较低的工资，但他们的这种生活环境呢，就比村民实际上还差。就住的村民富裕的一些房子，就其实是非常委屈自己的。但是呢，确确实实他们这些群体还是很庞大。那最终呢，也通过他们的勤劳生产出了很多的东西，就支持着这样的一个市场。这个地方我看到前面写的沙窖临时摆卖市场，就人口增加以后呢，肯定就需要更多的跟老百姓生活有关的商业。你看我这个很有意思，走车的这些作为一种市场的房子，完全是古色古香的，看上去挺好看的。
我看到网上有人说，这个地方呢有一些姓陈的人的祠堂啊，就跟广州的陈家书院是一家的。这叫什么桥？沙教桥，就是我骑行的这条吧。看来这个地方呢，真的乡村不像乡村啊，城镇不像城镇的，看上去也是比较陈旧，全部都做生意的地方了。貌似眼前有一片旧的建筑群，我们进来看一看啊，是不是姓陈的祠堂？果然，这就是陈公祠，西蜀陈公祠，写着印川旧址，就是北方来的意思啊。但这个地方门口放了两个垃圾箱，真是煞风景。这就是他们村里头的景象了，看上去真的破破烂烂的。这里还有一些以前的老房子，两边都是，但现在看上去好像没有人住的样子。哦，这个地方有一个村民广场。佛山地界啊，就是最不缺的就是那种水系发达。你看前面有一个大的水池。以前可能一个是为了村里取水方便，另外一个肯定也是考虑到风水。所以你看啊，很多老房子前面呢，一般都有一个大的水塘。那有些老房子呢，可能年久失修就拆掉了，但是这种水塘还是被保存了下来。这是一个村民的村头公园啊。摆了一些灯光学桌什么的。这里已经是东村了，从南村骑到了东村。经过一条小河冲，基本上就骑出了这个村庄。我们到大马路上去看看啊。据说呢，佛山这些年啊 ，GDP 是持续的下降。就原来这个地方是在踮踮脚就可以向广州看齐的一座城市。但是连续这些年遭到了房地产调控，
房地产投资规模大幅的压缩。那这边的很多产业都跟房地产有关，无论是装修材料还是电器，都是跟普通买了新房子需要的那些东西有关。所以可想而知，这个地方自然是经济乏力。你看啊，这个村庄的边上有很多的小饭馆，这些都是提供打工人餐饮的一种商业模式。有很多的这种打工人一天三餐就是依靠这样的小店。随着村里的田地慢慢的变成了商业用地，周围呢起了很多商业大楼、卖场等等所以这个村庄的很多方方面面都已经跟以前完全不同，就成了这种商业的一种依附于商业的这样的一个村庄。这里是东村的像体育馆广场等等的地方，最起码呢，村民们还是有一些休闲活动的场所和设施。好了，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条大街上了。这条大街的两边呢，全部都是卖家具的。我们去兜一兜吧。右侧呢是乐城国际家具城的南区。对面是顺德皇朝家具。任何一条横路转进去，其实都是一家家的卖家具的商店。那这条大马路两边呢，就更不用说了。这个很震撼的吧？以前都是开车到这边，或者是为了买某一样家具，买完就走。今天我们骑着单车走马观花。这两边的多少个商店它应该比起以前最火的时候已经差了很多了。我都不知道这条大道叫什么名字。
我就姑且称它家居大道吧。我们随便转进去啊，走一条横路进去看看，它里面其实都是一些家具店。你看，它还有动声的。瞧瞧这个里面多少商店。你看啊，完全都连成一片的商业街区，可以想象不知道有多少人在这边讨生活。全部都是卖家具的卖场。如果有耐心，有好的渠道信息，应该是可以在这边淘到价廉物美的东西的。我只是转了一小角而已，这个已经非常震撼了。但是我到现在为止发现这些店最起码都还是开着的，并没有那种倒闭掉的萧条的景象啊。只不过可能生意没以前那么难做，好做了吧。这里的家具分门别类，有办公的、家庭用的、酒店用的等等啊，就各种家具的商店应有尽有。这条是佛山大道南，前面的高架呢是广台高速公路。如果我们要回去的话，上高速非常方便。基本上这条佛山大道南到这边，应该家具店就差不多结束了。看看，我也要转到对面往回骑了。现在我正对着是广台高速，应该附近有出入口的吧。然后我再准备掉头回去了。我已经骑行了接近30分钟了，从一个村里骑到了外面这条家具大街。这里是佛山大道南，我们现在这边掉头继续往回骑。刚刚一路过来真的叹为观止，那么多的商店，这些商业大楼后面都有整片的商业街区，有连通的四通八达。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要找任何的家居，应该应有尽有的。我想象这些家具不单是卖在本地，也会卖到全国各地去，而且还可能走向世界，卖到很多国家去。我在这边发现一个牌坊，叫兴隆，应该以前是个村庄吧。佛山各个镇都非常有名，每个镇都有自己的传统的强项的商业项目，还有就是有自己擅长的制造业。你看这个乐从就是跟家具有关，那有些地方呢可能跟家电等等有关。总之每个镇都有一个支柱性的产业。你看装载的满满的一个大货车从这里出发，应该都是运送家具或者相关物品到全国各地去的。前面就是皇朝家私，我刚刚应该是从左侧条马路出来的吧。我已经看到了左前方马路对面就有罗浮宫家私这样的牌子，这边有很多馆，你看有什么进口馆那这些呢你别信，因为他们都出口到了保税窗口待一段时间然后呢摇身一变就变成进口产品，这个都是以前被揭示过的一种操作。到了这里呢，应该没有什么卖家私的大的卖场了。那我就在前面掉头，然后到罗浮宫家私的大卖场门口结束我今天在乐从这座家具城的闲逛。现在我的右侧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卖场。这个卖场门前还有一条河。
看到这个大卖场叫盛联家居会北区。转过来呢，就到了罗浮宫，这边已经是新的大楼林立了。我看到索菲特酒店就在这里了，而且这边还有去往白云国际机场的乐城城市候机楼，也就是说你这边办了手续以后，你就可以直接去到机场了。看看这个地方应该就是索菲特酒店了吧。我们在这边稍微走一下就走了。欢迎您光临罗浮宫国际家具博览中心。我也到这边来采购。请勿相信拉客仔，请听据说。我右侧的就是罗浮宫应该新建的一个展区。各位朋友啊，看着我镜头前的顺德乐从加 C 条街有何感想？大家会不会想到这边来采购，一次过就可以把你新装修的家里家居采购完毕，确实非常震撼。我相信这距离它以前的鼎盛时期已经有所不如了，但是毕竟来讲，它是一个巨大的商业中心，家具的一个商业中心。好了，那我今天就是在乐从这边骑行一圈，那我们就在这边结束今天的闲逛和实拍，谢谢大家的跟随和陪伴，我们下次出行再见了，拜拜。